高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经过几个月的预热，期待值拉满的姐2终于上线了。等了这么久，本以为会赚足眼球，没想到开播就撞上了郑爽和华晨宇的开年连环暴击，热度瞬间被吸走了大半。想当初浪姐1播出时全民围观，那盛况仪态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讲真，我还蛮期待第2季的，虽然没开播，节目组借黄晓明、李菲儿炒作有点败好感，但毕竟有那英、容祖儿这样的大咖在，还是很有看头的。恰饭时间，仪态把新一期的舞台补了一下，惊喜意外都没少，笑点尬点也不缺，槽点更没落下。话不多说，咱们先来盘点几个名场面吧。最先吸引到仪态的是张馨予跳的手扶拖拉机司机，反转真的太强烈了。本来以为是走酷飒路线，出来的效果却有点幽默，甚至还有地上打滚转圈，美女包袱甩得一干二净。陈小云真的亮眼，情人超美，看的仪态都有点移不开眼了。那英和祖儿的唱功一点都没退，简直就是开口跪，一开嗓就秒杀全场。不过娜姐的舞跳的就有点那味儿了，评委们迟迟不敢打分。再看此时后台的姐姐们，胡静，娜姐都咬指甲了。情商超高的杨钰莹姐姐还没打出来啊，是故意折磨我们娜姐吗？等的连那英自己都忍不住说，跳那1分钟，难道让这几个评审这么难决定吗？隔壁周笔畅立马接话，不要纠结，打什么他都会骂你。引得姐姐们大笑，人间弹幕没错了。刚下舞台，那英跳舞做法现场就冲上了热搜，别说这比喻还挺贴切。当然啦，虽然自己表演的不好，并不妨碍她吐槽别人。蒋璐霞在最后表演来了个 wink， 别的姐姐疯狂尖叫，只有娜姐淡定鼓掌，还在线模仿蒋璐霞的表情，内心 OS 有那么夸张吗？上张图大家自行体会。和那英表演风格完全相反的是董洁，董洁刚参加节目的时候就被不少人骂了，说请她还不如请李小璐。本以为她能顶着骂声逆风翻盘，没想到一开口就梦回6一儿童节，连台下的导师都叹气了，只能来一句就是敢唱。比董洁还可怕的是贾青，他没开口的时候以为是王者，毕竟听说以前在德国组团出道过，具体啥组合咱也不知道，反正一开始摆 pose 的时候仪态信了他的实力，结果一开口差点把我送走。袁姗姗呢也出现了失误，刚唱几句就忘词了，当时竟然直接停了下来，问评委，对不起，我可以重来一下吗？看得后台的姐姐们都替他着急了，齐声唱起后面的部分。除了袁姗姗，安又琪也出现了问题，她前面唱歌部分呢还是稳的，但到跳舞的时候却忘记了动作，这样的大型失误真的太少见了，越看越怀念第1季的姐姐们。看完姐姐们的舞台，再来看下台下的姐姐们。最让仪态印象深刻的就是吉克隽逸和江映蓉的对话，简直就是大型社死现场。当时霍汶希和陈妍希寒暄说，好像昨天一样，我参加你的婚礼。对，你也来。正在玩手机的吉克隽逸抬起头接了一句，啊，他昨天结婚啊。江映蓉转头解释，就像昨天一样结婚。吉克隽逸赶紧哦。陈小云前不久可能刚看过《追光吧哥哥》，见到其余29个姐姐后发出感慨，姐姐真的比哥哥们好看太多了。董璇还说，我就怕到时候像杜淳一样惨。我们再把镜头转到那英、张柏芝、容祖儿同台的那一幕，说实话，看到他们3个，仪态真的捏了把汗。关于他们的关系，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呢又有点简单。那英是王菲的闺蜜，而张柏芝呢是王菲的那啥。容祖儿和谢霆锋从小玩到大，3人同台，那场面多多少少有点意思啊。这不，主角们也没让我们失望。张柏芝表演完，姐姐们的评分还不错，她下台后直接跑过去抱那英，这是几个意思？碰上这场面，那英一点不输，开口就是绝杀，你别哭，我都没投你票。老实说，仪态当时还没反应过来，结果张柏芝光速收回眼泪，所以我也没感谢你。不知道王菲看到会怎么想。说起来，那英和王菲的关系还挺铁，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小补充，她俩的闺蜜情可以追溯到90年代，那会儿她俩一起手拉手在酒吧的春晚舞台上对唱了《相约酒吧》，而这一幕也成了春晚史上必 Q 的名场面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当年的王菲有点蹭到内地歌后那英的热度。不过他俩一直都是互帮互助的典范，
97年那英与福茂闹矛盾，差点要被搞糊的时候，据说是王菲做了牵线人，帮那英顺利签到 EMI。而她在 EMI 推出的首张唱片《征服》直接突破200万张的销量，就是这首《征服》直接红遍大江南北。容祖儿和张柏芝的恩怨呢也挺深，完全够出一期专辑，这里呢就不多说了，感兴趣的姐妹们可以自行考古一下哦。除了这3位，其他的姐姐们也都是有故事的女同学，姨太捡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王鸥、董洁、张馨予。先来看看王鸥，她的绯闻呢并不多，但那次夜光剧本事件真的轰动一时。16年，王鸥和刘恺威被拍到连续3晚共处一室，两人关上灯独处3到4小时，有时待到凌晨2点才离开。当时跟杨幂还没有离婚的刘恺威发声只说是在对剧本，夜光剧本就从此成为了一个梗。而冷清秋董洁也毫不逊色，婚内出轨王大治，还害前夫潘粤明被骂惨。讲真，姨太现在都没搞懂董洁到底看上王大治哪一点了。而张馨予现在的身份呢是军嫂，在成为军嫂前，她有个 title 李晨前女友。李晨范冰冰官宣那会儿，她还出来蹭了一波热度。不过这都不算事儿，最震惊的还是在《思美人》拍摄期间，张馨予被拍到聚餐时和几位男性互动亲密，还和一位白衣女子上演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戏码。说完舞台和姐姐们，咱们再说回节目本身。本着不吹不黑的原则，姨太觉得这季的舞台确实没有第1季精彩，甚至有点光哥姊妹篇的感觉。看完整期节目，姨太唯一的感觉就是浪姐2真的变味了，展示自我的初心越来越少，急功近利渴望翻红的心态越来越多。第1季姐姐们敢于展示自我，第2季的姐姐们似乎都不太想出头，频频出现大型商业互吹现场。就连疑似拿到宁静剧本的那英都在客客气气地说不要想自己的过去。端水大师小明也失去了展示的机会，他和姐姐们见面的时候与上一季完全不同。第1季的时候，姐姐们起哄为难小明哥，这次却有种学生听大课的即视感。舞台也不像上一季那么精彩，多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尴尬场面。袁姗姗、安又琪舞台失误，而台下的程丽莎却频频提起老公郭晓东，陈妍希更是多次 Q 到儿子。金巧巧、左小青、李菲儿3人同框时聊的话题竟然是孩子。当时一脸茫然的李菲儿真的像极了过年回家的姨太。这一系列操作下来，我差点以为姐姐们是来拉家常的。同样迷惑的操作也出现在了评委组，张柏芝和那英的舞蹈跳成幼儿园水平，评委还安慰对方毕竟不是专业的。这次杜华又成了重点吐槽对象，他给了容祖儿高分，理由竟然是因为长得特别像我们公司的一个艺人吴宣仪。这话一出，就连吴宣仪的反黑战都看不下去了，直接把杜华的主页拉黑。后来杜华又给阿兰打了最低分，虽然阿兰发挥的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在一群唱歌破音跑调抢拍的舞台之中，阿兰的声乐能力对排在第1梯队。而杜华嘲讽阿兰太懒，却不提阿兰签到他名下后，唱片质量一路下降，合约期满后不得不再回老东家的事儿，怪不得会被人吐槽看人下菜碟了。总而言之，虽然刚开播就出现不少问题，但姐姐们的美还是毋庸置疑的，蹲个后续吧，有惊喜也说不定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 C 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 C 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